给家里添置家电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，所以正在或将被淘汰的家电就不要再跟风购买了，不然买回家也会后悔，不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还会给生活添堵。本期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，总结出4种正在被淘汰的家电，劝你就别花冤枉钱往家搬了。1. 定频空调。定频空调不要再买了，目前国内已经下市不再生产了，就算还能买到，也都是库存机。虽然定频空调价格更实惠，而且维修成本低，但在使用体验上却差强人意。用过定频空调的人都深有感触，室温不恒定，舒适性太差。比如你设定温度26度，它会在24至28度之间变化，而且压缩机还会反复启停，一会开机，一会停机，噪音大不说，还很折磨人。另外，以前的定频式空调能耗等级普遍都是3、4级的，甚至还有5级的，耗电量大是有目共睹的。网友小猪爱绝绝，当初不懂，买了定频式空调，便宜了几大百，还以为捡了便宜，结果用上才发现是真的糟心。刚开机时你会感觉很冷，然后没一会它就停止吹风，你又会感觉很热，整个房间不是恒温的。当你察觉到很热的时候，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吹风了，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折磨你。网友杭州亮哥简直太坑了，房东给我装的5级定频空调，30多度的大热天你根本不敢开，真不夸张的说，开一晚上1天的饭钱就没了。相比之下，变频空调能做到室内恒温，而且噪音小，更节能省电，所以定频式空调被淘汰也在情理之中。2. 制冷冰箱。制冷冰箱堪称冰箱界的老祖宗，曾经也是王者般的存在，但现在的家电市场基本上也是难寻踪影了。究其原因，这种传统制冷方式最大的弊端就是结冰霜，而且随着使用时间越长，结霜情况越发严重，甚至会影响到使用效果。像我家之前的制冷冰箱就是这种情况，冰霜越结越厚，让本就有限的存储空间越发不够用了。而且每次去除冰霜时也是费时费力，还要先把冰箱里的东西搬空，这个过程还容易导致食物腐坏。网友皮猫不在家，大家买冰箱千万不要看见制冷冰箱价格便宜就心动，这种冰箱不管你调哪个档，冰霜都照结不误，手动除霜太麻烦了。网友快乐一家人，听我句劝，除非你是出租房临时过渡用，否则尽量别买制冷冰箱，因为每用一段时间你就得除霜，不然冷冻室的抽屉都会拽不开，而且放东西也会少，没有干区。反观风冷式冰箱，不仅容量大，存储空间更多，而且不会结冰霜，这些实打实的优势也注定了制冷冰箱被市场淘汰的定局。3. 洗烘一体机。所谓的洗烘一体机，就是在滚筒洗衣机上加装了烘干功能，凭借不占空间，一台机器就能实现洗衣加烘干的全过程等优势，一经问世就销售火爆。但反观现在的家电市场，基本上到了无人问津的地位，甚至售价已经跌到不如普通的滚筒洗衣机。之所以沦落到被淘汰的边缘，还是因为自身缺陷太多导致的。比如很多人以为洗多少就能烘多少，而实际上烘干容量只占到洗衣容量的一半，而且你还不能塞得太满。另外大多是冷凝烘干，耗时长不说，衣服干不透，有褶皱也是大家吐槽最多的点。此外，一体机还没有绒毛收集器，时间一长，内部就有异味发霉，影响衣服卫生。网友哆啦 A 梦的太太，别和我犟，洗烘一体机就是不好用，就一个被罩加2个枕套，前后用了3小时，就问你气不气，烘干完的效果还全是褶子，就问你服不服。听句劝，但凡家里有空间的，就去买洗衣机加单独的热泵烘干机。4. 速热式热水器。速热式也叫即热式热水器，可以说是传统热水器升级换代的产品。它既不像储水式电热水器那样占用空间，还能实现燃气热水器秒出热水的功能。对于没开通燃气或者卫生间面积小的家庭，简直就是福音。在前些年销售相当火爆，很多人都跟风购买，但现在为啥买的人越来越少了呢？因为但凡用过的家庭就没有几个不后悔的。比如说对电线电路要求非常高，使用过程频繁跳闸，非常不安全，而且功率还很大，带来的结果就是电费1个月多了好几倍。要说用水体验也是无力吐槽，只能夏天用，因为冬天水量不能开太多，不然就不热。网友不努力的学长即热式电热水器装了1年了，3个字概括：超难用。除了体积小，其余全是缺点。超级耗电，每个月至少80-90度电费起步，一到冬天还根本没法用，那水量必须调到20以下才能感受到水温。
水量还小得可怜，想洗澡想都别想，洗个脸都费劲。